谢谢你，马克莱文。我真希望每天都能请您做我的顾问。你们知道的，在美国，他们说川普总统会做我要求他做的所有事情，而在以色列，他们又说我做他想让我做的所有事情。这两种说法都不是真的。我们是独立而自豪的国家的领导人，我们捍卫各自国家的利益。我捍卫以色列的利益，并且捍卫它的安全。我们经常意见一致，有时也会有分歧，但我们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导力以及对我们人民的承诺。去年，站在这舞台上，我看到了你们中的一些人，但现在我没有看不到你们，但我看到了一些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理查德，谢谢你。我们还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总统，谢谢您。谢谢您，女士。我们明天会有机会交谈。这里有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们，我是认真的。所以去年站在这舞台上，我谈到了那些决定，那些艰难的决定，那些历史性的决定。当时很多人，马克，很多与我竞争的人都说，我当时不应该做出那些决定。他们告诉我不要进入拉法，但我进入了拉法。他们告诉我不要打击真主党，但我们打击了真主党。他们告诉我不要对抗伊朗，但我们对抗了伊朗。今天，我想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因为这些人以及他们在媒体上的那些帮凶，正试图贬低我们的成就。事实上，他们正试图彻底抹去这些成就。那么，我们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阻止了伊朗执行一项旨在消灭我们的计划，否则今天他们就会拥有一件核武器、一枚原子弹来做这件事。我们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我们消除了一个生存威胁。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在上升支线行动和随后的怒吼雄狮行动中采取行动，伊朗就会拥有原子弹。而且我告诉你们，他们会使用这些原子弹，这就是我们所阻止的。和我们的美国朋友、美国空军、美国军队一起，我们发动了我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袭。我们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我们消灭了他们20名顶尖的核科学家，12名是在崛起之线行动中，另外8名是在怒吼雄狮行动中。当你消灭了这些科学家之后，就很难制造核武器了，非常非常难。我们斩首了那个恐怖政权的领导层，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导弹工业，我们击溃了他们的海军，我们击溃了他们的空军，我们袭击了他们的军事工业，我们袭击了他们的桥梁。我们袭击了如此多的目标，以至于我们对伊朗革命卫队经济造成的累计损失，不是以100万计的，不是以数亿计的，不是以数十亿计的，而是以数千亿、数千亿美元计的。他们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很长的时间，并且他们可能无法恢复，因为一旦你施加了这些打击，并且政权与人民之间的裂痕如此之深，你就无法预料这样的政权何时会垮台。我认为我们为他未来的垮台创造了条件。当伊朗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推翻这个正在恐吓他们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残暴政权时，那才是真正的胜利。但是我们不只是对抗伊朗，我们摧毁了伊朗的恐怖轴心，我们除掉了辛瓦尔，我们除掉了哈尼亚，我们除掉了戴夫，我们除掉了数万名恐怖分子，并且尽管那些说着不可能做到的人，我们把每一名人质都带回了以色列，每一名人质。
他们所有的人一个都没有丢下。这一点，我的一些批评者，他们不想被提醒，但是他们说，在拉法之前停下来，达成协议，让我们把我们的人质救出来。我们不必进入拉法，我们不必占领费城走廊，我们不必对抗真主党。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不应该对抗伊朗。但我们没有听他们的话，我们做到了。我们之所以能把他们带回来，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英勇无比的士兵，我们那些无与伦比的英雄士兵，直接派进了他们在加沙的据点，他们投降了。我们带回了每一名人质，我认为这是以色列全体人民和整个自由世界都应该感到骄傲的成就。我们把他们带回来了。在黎巴嫩，我们引爆了，我不知道该称之为巡呼机还是传呼机。在美国，你们把它什么巡呼机？我们引爆了巡呼机。我们除掉了纳斯鲁拉，我们摧毁了真主党的军事机器，我们阻止了拉德万部队入侵加利利，我们摧毁了真主党针对我们集结的15万多枚火箭弹和导弹的90%以上。我们在加沙建立了安全区，我们在叙利亚建立了安全区，我们在黎巴嫩建立了安全区。只要有必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就会一直维持下去。我再告诉你们一项成就，我认为在很多方面，就像萨拉告诉我，我听他的，你们知道圣经里怎么说的。萨拉对亚伯拉罕说，上帝说，萨拉说的每一件事，你都应该听他的。我不是亚伯拉罕，但我听我的萨拉的话。我认为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突破了恐惧的障碍。多年来，人们告诉我们，你们不能攻击伊朗的领土，但你们可以进行摩萨德特别行动。我们也确实做了不少，我授权了很多次。但他们说，但你们不能派我们的军队去伊朗。但我们改变了这一点，我们派出了我们勇敢的飞行员飞越伊朗上空，他们摧毁了目标，政权目标、恐怖目标、导弹发射阵地、导弹生产基地和核设施。我们改变了以色列的安全学说，我们主动出击，我们攻击，我们出其不意，我们攻击那些寻求毁灭我们、寻求杀死我们的敌人。我们在他们有机会这样做之前就攻击他们。如果你们懂希伯来语，这叫先发制人。我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参加完我哥哥在恩德培牺牲5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从赫茨尔山他的墓地旁过来。约尼在恩德培牺牲，带领他的士兵们执行了被认为是现代最伟大的一次营救行动。恩德培事件表明，一个自由的民族，如果他们鼓起勇气，集结他们的力量和意志，他们能够战胜世界上最恶劣的暴政，无论这些暴政多么具有威胁性，多么具有挑战性。事实上，恩德培营救行动之后，席卷全球的劫机狂潮几乎完全停止。但恐怖政权并没有消失，事实上，他们还在继续壮大。其中最糟糕的当然就是伊朗，他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在约尼与恩德培牺牲35年后，也就是2010年，我的父亲在这里不远的贝京研究所，人们为他庆祝。他自己没有庆祝，是人们为他庆祝了100岁生日。历史学家们谈到了他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和犹太复国主义起源的历史研究，那些了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为犹太国家争取支持的行动，以及他与艾森豪威尔等许多人会面故事的人也谈到了这些。在一整天的讲座、赞扬和恭维之后，我的父亲在没有搀扶的情况下走上舞台。他当时100岁，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谢谢你们的赞扬，谢谢你们这些友善的话语，但时间有限，所以让我直接切入重点。”他说了什么呢？重点是伊朗誓言要摧毁犹太国家。以色列人民正在向世界展示，一个民族在面临生存威胁时应该如何表现，要坚定不移地正视危险，冷静地思考需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投入战斗。然后他结束了他的讲话，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说：“这让我坚信，我们的人民将能够消除这个对我们生存的威胁。”16年之后，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就是我几个小时前在我哥哥墓前说的话。今天我说过，无论谈判结果如何，无论有没有达成协议，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我还是总理，伊朗就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永远不会。只要我还是以色列的总理，我就不会让这种事发生。我还说了关于黎巴嫩的一些事儿，我曾说过，几分钟前我也在这里重复过。只要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就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这个原因大家完全理解，没有哪个国家会被要求做其他的事儿。现在你们想象一下美国，边境那边有成千上万的恐怖分子，他们用火箭弹、弹道导弹和杀手无人机轰炸你们的城市和城镇，他们杀害你们的士兵，杀害你们的公民，杀害你们的孩子，并且每天都威胁他们。那么美国会怎么做？他会说：“好吧，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停火吧吗？”美国会这么说吗？不，你们非常清楚美国会怎么做。他会越过边境，建立一个安全区，消灭恐怖分子，并保护他的人民，直到威胁被消除。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们一些事，没有哪个国家会做得更好，没有哪个国家会做得更好，因为恐怖分子不仅袭击平民，他们还藏匿在他们自己的平民之中。顺便说一句，他们这样做是犯下了双重战争罪。所以问题是，你们对此怎么办？我们打击恐怖分子，但在每一次这样的战争中，在每一次这样的城市战中，都会有一些平民伤亡。通常非战斗人员与战斗人员的死亡比例大约是7:1、8:1，在加沙这个比例远低于此。尽管有那些所有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和诽谤，但我问了我们的人，我们国防部的研究部门，我说，在黎巴嫩的比例是多少？他们今天告诉我，我今天刚拿到这份文件，总理是5:1，不是每杀死一个恐怖分子就有5名平民死亡，是没有1名平民在过程中受伤就有5名恐怖分子被杀死。5:1，闻所未闻，闻所未闻。
因为没有哪个军队会像以色列军队那样竭尽全力地打击恐怖分子，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亡。我们应该因此受到赞扬，而不是谴责。我们竭尽全力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没有和黎巴嫩开战，我们是在和真主党开战。他们恐吓黎巴嫩，并寻求摧毁我们。当那个伊朗的代理人不再是威胁，当他被瓦解，当他被解除武装时，是的，我们就会和黎巴嫩实现和平。我期待着签署。顺便说一句，马可，我打算在这里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这些以及其他事务都关乎以色列国的安全利益。我毕生致力于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任何事能改变这一点，没有任何事，绝对没有任何事。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有我亲爱的家人、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的支持。但我更得到了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民的支持。我们的人民是如此的坚强，他们是如此的坚强。我们的士兵是勇敢。地球上没有比他们更勇敢的士兵了，他们是如此的英勇。我们决心，我们坚定不移地保护我们的国家，不惜一切代价。但让我告诉你们另一件我知道困扰着你们每个人的事情。我们看到恐怖主义浪潮正在兴起，它正在影响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也影响着美利坚合众国。让我告诉你们，反犹主义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演变的。自从我们失去国家，变得手无寸铁，我们不仅无法抵御人身攻击，也无法抵御那些常常总是先于攻击而来的诽谤。所以我们在一个国家面临这样的诽谤，最终导致两种结果之一，要么流亡，要么遭到屠杀。然后我们去了另一个国家，面临着完全相同的事情。在那些恶毒的谩骂和诽谤之后，说我们毒害水井，说我们饮用被杀害儿童的鲜血，说我们携带害虫。顺便说一句，这些正是纳粹大屠杀之前就一直存在的谎言。就是这些谎言，所以我们面临着这些诽谤，然后我们被屠杀，然后我们被赶到另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发生。而当以色列崛起和以色列军队建立的时候，改变就发生了。我们也许无法阻止这些诽谤，他们以可预测的周期出现和消失，正如我的历史学家父亲告诉我的那样。但改变是，当他们来屠杀我们时，我们会反击，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我们反击并击退他们，就像我们过去3年所做的那样。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也将与世界各地的反犹主义作斗争，我们也将在这第8条战线上作战。这是一场针对那些想把我们非人化的斗争，针对诽谤犹太人民的斗争。但我请求你们，美洲的犹太人和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做一件事：站起来，不要退缩，不要害怕，反击。因为只有当我们自重，人们才会尊重我们。当他们向我们散布谎言时，我们要站起来，用真相反击，捍卫真相，捍卫以色列，捍卫犹太人民，捍卫犹太民族的未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总理先生，作为 JS 国际政策峰会的主席，我们非常高兴您今年再次回来发表总理的讲话。对于我们去年在场的各位来说，您的讲话依然言犹在耳。是您的远见卓识，是您的果敢领导，是您的声音，是您的力量。
不仅给予了我们所有人力量和希望，更让我们对以色列、犹太民族以及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盟友的伟大未来充满信心。谢谢您，总理先生。谢谢。